说是六道轮回是真的存在，人死不是这一世。既然你是那个光点儿，你死的时候还是那个光点走的；既然你是那一团灵光，你死的时候还是那一团灵光。灵光不灭，灵魂不灭，所以是肉体是会腐朽的，它是没完没了的。说你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的灵光都提升到自己的这个灵上面去，还是被你的眼耳鼻舌身耗光了，败光了，叫败家子，然后结果自己的灵的地位低了，量级低了，光弱了，亮度弱了，下一辈子再转世就要做穷人，做受苦的人，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量级了，能量级不够了。所以这个重要。所以说一个人活着到底为谁活着？为自己，自私一点。为哪个自己？不是为这个躯壳，为你来的那一团灵光，让它荣耀，让它增长，让它光明，然后最后是提升。提升的方法在哪里？很简单，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科学家没有发现我们的基因中实际上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这个光。如果你的细胞里面没有光，你的细胞就是死细胞啊。说你的细胞核里面的光来自哪里？正是来源于所有的每一个碱基配对中间阴跟阳生成的那一点光。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通过从祖先的遗传，我们继承的这个碱基配对里面的这个 DNA 里面有一些有这个透明的连接氢键，但是没有光，是黑子，这是光子。如果一个细胞核里面通通充满着光，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你的细胞就是光的，光鲜的。由光鲜的细胞组成的组织就是光鲜的，由光鲜的组织组成的肝脏、心脏、肺脏、脏器就是光的。那么到你整个人体都是光的，然后你就是一个光鲜的人，你就是 baby 一样的，叫返老还童的童子身。你像童子很难生病的，为什么？他生光的能力很强，业力在深层没有展现出来。所以说我们不同，我们很容易生病，是因为你到老的时候，大部分光被你耗光了，开始没有光了，然后就开始用这些黑的东西了。这些黑的东西来自哪里？这些黑的东西它就不放光，它也镶嵌在你的 DNA 链条中，它是生成你癌细胞、慢性癌细胞、慢性病细胞的杀手。因为这是基因，是生成细胞的密码，你的细胞坏了，实际上是密码坏了。所以说如何进去修复这些黑子，使它出来。这些黑子它是什么？因为有阴有阳，刚才讲有阴有阳，这里面也有阴阳。比方说这也是 A， 这也 T， 这是 C， 这也是 G， 也有阴阳，老阴老阳，少阴少阳，也有阴阳，应该放光，为什么不放光？你们知道电灯有个火线有个地线，连接了就放光，短路了就不放光。然后你要想这个既短路又能够连接，你要加一个绝缘体，开关就是这个原理，一面是绝缘的，一面是什么？不绝缘的。所以是打到不绝缘，它就亮了，连通了；一打绝缘的，它不亮了，短路了。所以是那么实际上这个黑子就有点像我们的香蕉的原理，就是专门使你的那个光路短路的作用，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生成光。那这些黑子哪里来的？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2个来源，一个来源来自你的父亲跟母亲，因为你身上一半基因来自父亲，另外一半基因来自母亲。所以是那么父母给你的基因里面
携带着光子之外，还携带着由他们身上全息传递来的业力，就叫业力障碍，叫业子，又叫黑子。他这个哪来的？从他的父母继承来的，所以是你是从祖先那里面遗传基因里面传递了很多的基因黑子在自己的体内。所以说我们消业不能光为自己消业，要为九族消业。那这个黑子怎么进入我们的基因？说是老子，这个中国的大圣人老子给我们解释了它的原理，叫什么呢？叫合大愿必有余怨，是人家的怨恨。怨恨这一点怨恨，恨到极点的时候就变成了个黑光点，然后就钻到你的基因里面储存了。这个基因又被你全息的给儿孙了。要命的是什么？在你那是一个点儿，到儿孙呢就变成一块石头，再到孙子呢就变成一个小山包，再到这个重孙子呢就变成一个大山，再到后面呢就更大的山了。这个就是全息基因传递过程中，我们这次去东北去寻龙的时候，看见它的龙脉从祖山到这个父山到儿山到孙山这么全息演化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说是基因的传递，通过这个一代一代的传递一点善，到孙子辈儿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山了，变成像山一样的善，就大善。这个如果是在祖先那个地方留下一点恶点，到孙子呢就变成一个山了，变成恶山，变成挡着你事情都不顺的那个东西了。所以这个我们中华武术医卜星象山是科学，通通来自全息科学，也就是通过 DNA 里面记载的东西，在你身上会形成两种东西，一种是善的能量，一种是恶的能量。那么癌症这个专家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为什么有一些人得了癌症，有一些人没人得癌症？这个癌细胞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身上没有一个没有黑子的人。如果你是没有黑子的人，你就成了纯光明的身体了，那你就是佛菩萨了。佛菩萨是光做的身体，我们是污浊恶世里的金木水火土很沉的东西做的身体。我们通过修炼也可以把这些黑子变成光子，然后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用光组合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修炼成功，并且多长时间？即此肉身成佛，这就是密法里的殊胜。但是你现在如果学这个密法，未必专用佛密。道密对于我们练身体里的脉、通道、穴窍很多密法。埃及金字塔传递了很多的密法给我们，那是5000年前的西方文明的东西。因为连圣经出埃及记里记载的摩西出这个埃及，所以是摩西的很多的文化实际上根还是在埃及文化，是5000年的埃及文化才是西方所有文化的源头，包括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源头在埃及。那么埃及我们去考察了它的金字塔跟它的博物院，带回来大量的秘法，十分殊胜，跟我们《黄帝内经》中记载的秘法几乎是相同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生命科学家、生命科学实验工作者，我们打破藩篱，打破宗派，打破宗教的概念，我们学高科技的东西，学所有古圣先贤留给人类的文明精粹。当然这些精粹的应用会使你更加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的宗教圣人简直太牛了，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在那个时候没有科学的前提下把今天的科学的事都说完了。